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美股直播。今天是2026年1月26号，向大家说声抱歉，今天的这个直播软件还是操作不太熟练吧，然后有点问题，然后耽误了10分钟。现在是美东时间11点40了，耽误了10分钟。那么，我们在这里等一会儿，其他朋友能够进入这个新的直播间，因为刚才那个直播间可能被我删掉了，重新建了一个新的。希望其他的朋友能够发现这个新的直播间，进入我们这个直播。那么，在等待大家进入直播间的时候，我们简单的、快速先说一下，这样的话可以节省一点时间。那么，先说一下，就是本周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这个周三。有这个美联储的利率决议，还有这个就是最重要，还有大记者会，对吧？大记者会上，因为现在市场预期是不降息的，那么基本上是这个每次这个利率决议跟市场预期都差不多，所以说应该是不降息。那么主要还是在大记者会上鲍威尔的一些这个回答，比如说他马上应该5月份就任期就到期了，等他到期之后是否要留任？还是要怎么样？所以说，关键的是在这个回答问题上，这是我们需要关注一下。然后就是周四还有一个经济数据，还有周五还有 PPI。所以说，周三、周四周五，然后周二现在又多出来一个川普的一个讲话，盘前8点半有讲话，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好的，这只是关于这个经济数据，需要提醒一下这个本周。那么我们赶紧来说一下这个你好，秦朋友。这个先说一下，赶紧说一下这个标普指数，这样节省一下时间，大家可以看回放。那么现在这个指数啊是在日线上4835 A 中枢 B 中枢，现在主要就是围绕这个 B 中枢运动。那么 B 中枢我这里已经标出来8了，意味着这是第8笔，这是1、2、3、4、5、6、7、8，第8笔了。现在看这个第8笔能否突破前面这个最高点，如果突破之后，就看它有没有力度，就去比较。因为它这个进入段太强了，所以这个离开段很容易被持，就是这个离开段跟进入段比较很容易被持。一旦被持的话，比如说突破了6986，一旦被持就会被拉回来，甚至是可能扎的比较深一点。如果说不能够突破6986的话，那看它是不是就直接拉回来，是不是要第9段？第9段这个中枢就升级了。升级之后，那前面都变成进入段，它可以直接往上走。所以现在就主要关注第9笔的一个力度。那么第9笔在1小时上现在是3段，1、2、3，已经3段了。那么这3段，这个第3段啊，明显现在是弱。那这个MACD 的柱子啊，然后这个快慢线，现在快慢线是高度是高的，但是柱子是这个面积是小的，所以现在关注的就是第3笔。第3笔什么时候结束？那么日线上这一笔可能就也结束了，或者说第3笔结束之后，它也可以回来，在这里做一个中枢之后，看它能不能往上走。所以说这个现在这个类中枢需要我们严重关注，这里有一个1小时的类中枢。那么如果说因为这个利率决议的原因也好，或者说这个讲话也好，直接砸穿这个中枢，那你就要注意了，那这个就是一个二脉了，对吧？就是在日线上严重关注这个围绕最后这个中枢是不是这一笔就结束之后直接往回砸。那么在日线上还有这个中枢中轨，可以帮助我们来辅助判断这个上下的这个力度，多空的这个力度。好的，那么赶紧来说一下大家的提问，因为这个时间晚了一点，还是赶紧看一下他问的 APLD Applied Digital Corporation， 不知道是做什么的，但是我们之前也分析过，看着要突破了是吧？今天已经历史最高了。今天已经打了一个历史最高点，我们看一下这个其他周期上现在是个什么状态。这里周线上有过一次123啊12345周线上，周线上有一个12345，对吧？那么这是在下面做了一个大中枢之后，现在开始往上走。那么这个还给了一个周线的一个大300。这里应该是在月线上有没有？我们看月线上没有，所以这所有的这些全是月线的离开段。从这个3.31这里，这所有的都是月线的一个离开段。那么在这个周线上是一个12345，那么你关注的重点就是这个第5段，对吧？但是第5段现在
这个虽然说今天打了高点，但是这个下面的 MACD 是弱的，快慢线的这个高度跟前面比较，就是5跟3比较，你现在5跟3比较的话，这个高度也没前面高，然后柱子的面积也没前面大，所以这个第5段啊，这个现在是整体来讲有背驰的迹象了。那我们看一下它的次级别，然后日线上1、2、3、4也是一个1、2、3、4、5，但是呢，这个3和4，就是说这个第1笔和第4笔回撤有接触了，这里有一个日线的这么一个中枢可以是。如果说你这么看的话，那这个第5段，因为这是进入段，然后这是这个2次回荡构成中枢，这是离开，对吧？那这个离开段跟这个日线上进入段比较是弱的，这是它的柱子的面积，它这个是后面是它的柱子面积。你说是云和计算，所以说这个位置它又是一个冲高回落。如果说你有的话，我建议你减仓；如果说你有的话，我建议你减仓。它还是有一种情况就是，因为这一笔现在是不行的，对吧？不构成，它可以是这一笔直接到这里，然后再次回撤之后就变成这样了，这就变成一个新中枢。所以说它现在这段是处于一个中阴状态，这段是处于一个中阴状态。因为它可以是新的再生长出来一笔出来，如果说新生长出来一笔是这样的话，那你就要重新划分了。不知道我有没有说清楚？所以现在这段是待定的，这段是没有结束，你现在只能是待定。如果说它要是以 41.64 这里结束也没有问题，就是说这里如果说周线上是结束了，那么大周期上就变成了这样。我们看它的大周期。现在我们看的周期是日线，那么大周期就变成了，这是1、2、3、4、5，这就是周线上那个大周期了。它可以走反向的，它可以走反向，所以这段要结束是没有问题的。你看它这个结构，有进入段，有中枢构成，有离开，它这个结构是饱满的呀，它这个结构是饱满的。所以这个位置我建议你减仓先。虽然说现在还没出现顶分型啊，但是今天明显是一个冲高回落，这个上影线是那个太长了，所以先减一减，这样的话有助于你在回拉的时候再买回来，对吧？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打一个短差。你看它也是一个1、2、3、4、5，看这里也是一个1、2、3、4、5，对吧？所以说这都告诉你这个位置应该要减一点。然后再看 Shirley 朋友问了 Broadcom 应该是要出财报了。它这个财报还比较远，这个而且是一个大约等元号，意思这个还不太确定，这个财报的具体时间可能还没出来。320守住了，320对吧？这里还出现了底分型，然后能反弹多少？现在这个 Broadcom 是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就是在周线上这里回落够一笔了，从414回落下来到314，这个回落够一笔，在周线上是够一笔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利用这个非同级别分解。我现在把这里断开之后，我现在只关注 414.61 右侧这些，现在它也是3段，对吧？也是3段，1、2、3， 3段。那么这个第3段明显弱呀，就是说现在跌的弱，就是空头力量弱。你看它这个柱子的这个快慢线的面积，这个快慢线的这个位置都比前面低，对吧？所以说是背驰了，这现在是有背驰的，柱子的面积肯定是背驰的，这个快慢线可能比前面这个能低一点，但是整体来讲还是弱，所以这一笔是肯定是可以做的。现在你要是具体反弹多少的话，看先到120天这里，先谈到120天，看能不能够往上走。那么这大概的空间有5%左右的一个空间吧。能谈到125之后，那么你还要关注就是它的内部，看一下内部有没有一个中枢，最好能够强势突破某一个中枢。在1小时上，就是这段下跌，我们看一下它的中枢，这是下上下上。这里有一个上下上下上下这么一个结构下来的，所以说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的，这里有一个中枢，这里有一个1小时的这么一个中枢，对吧？现在还没回到这个前面这个1小时中枢里面来，而且你看它最后这次也是贴着中枢往下走。我们之前讲过一个，就是他想尝试离开中枢的时候，任何的反弹只要回到中枢里面，你都可以解。这个位置是我们之前提过这种策略的。因为你回到这里面来就有压力，就相当于一个套牢盘，所以这个位置如果说你比较熟悉这种结构的话，这个位置是肯定要减仓的，或者说去做空的，因为这是很多结构都是这么走。那么现在你
日线上是出现了一个，应该出现了一个墙体分型，对吧？墙体分型已经出现了，所以这个位置你如果说没加的话或没进的话，是应该进一点，因为这样的话就看它这里是不是要给一个2买之后，因为这个回不到前面这个中枢还是3卖，它还可以给你一个2买之后再往上走也可以，但是目前看这个力度还是可以，就最后这一段的小周期上力度还是可以的。因为今天人比较少，大家可以那个前朋友也好，或者12点你们可以继续提问其他的。我们还有10分钟时间，我可以把这个说的更详细一点，结构说的更细一点。你看它的小周期5分钟上是带中枢的，这是一个下1、2、3、4、5，这也是够。所以说这5分钟上这里是有一个中枢，对吧？然后还给了一个5分钟的一个小3买。然后3买上去，这个回落也不够，现在是1笔在这里。所以说，如果说你做的交易很小的话，做的周期很小的话，5分钟这个3买也是可以做的，对吧？5分钟你做了一个3买，然后现在又到这里来了。这个差价的话，大概比如说出现5分钟底分型你买了，拿到现在的话也1.73%，因为毕竟它的基本面比较好，又是这个芯片呐，又是这什么 TPU 之类的。所以说你是敢买的，相应的仓位可能会大一点。这样的话，虽然说只有1%点多的一个涨幅，但是你是仓位相对比买一些垃圾股要大一点，这样1%点多也算不错的。做日内交易的话，所以说现在就看它这里，但是现在这段跟前面这段比较是弱的，所以这里大概率是在这里做第2个中枢了。那这样的话，就在5分钟上会有2个中枢之后，看它是不是要再打一个小高点。然后这一笔就是1小时上这一笔可以结束了。如果说1小时上这一笔结束之后还是不能够回到上面这个中枢里去的话，现在我们又切到1小时中枢上了，1小时周期上了。如果还要是回不去的话，那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3卖，3卖之后可能给你一个2买之后，然后再起来。所以说你要在5分钟上出现2个中枢之后，给你2个中枢之后，我再打一个小高点，可能不打高点也可以，只要出现2个小中枢，这里比如说有一个那个箱体也好，或者说一个中枢，你在高位先卖了，先卖了之后，如果说再打高点，你就不管它，什么时候再买回来呢？就是1小时上什么时候再回踩的时候，我买回来，买1小时2买，等待它大周期上能冲上去，这样的话就有可能会到日线的这个120天这个位置，对吧？如果说1小时上这一笔的力度能够更强的话，那这个日线上这一段就有希望再去先冲这个360，冲到360，如果说力度还够强的话，那就直接走微转也可以。所以现在这个位置就是一个这一笔日线上这一笔要开始的这一笔的一个，你叫它这个起涨点也好，或者转折点也好，或拐点也好，都可以。因为它现在这个位置是可以成为这么一个这个位置的，只要这个314不被再跌破就可以。其实再跌破的话，也就踩一踩200天，那还是被吃。就跟前面这段比，我们现在可以比较一下这个3段的这个空间等比例在哪里。它只有到267，一直到267的话，它还是等比例呢。所以说，200天还是一个0.018。如果说你在今天这个底分型出现买了，如果它跌破它又到200天了，你可以再买。这样的话，这个位置大概率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强支撑的，对吧？200天嘛，这是年线的这个均线的位置，所以说可能比120天的支撑力度更强一点。所以说，如果说真的往下走的话，你还可以再加。但是如果说按照我们刚才分析的小周期让5分钟给你2个中枢，其实现在如果说你有的话就可以减了，因为它现在明显弱了，1、2、3、4、5，这已经是5，现在我们看的是5分钟，在1分钟上它应该是有一个1、2、3、4、5了，所以说这个位置就可以减了。如果说你在下面进过，那么等待它再次给一笔回落，这样的话就是5分钟这个位置还可以再进，5分钟这个位置还可以进，因为它还要再往上去。这样的话来个1、2、3之后，来个1、2、3之后，看它是不是能够起来，对吧？所以这就是每次回档的时候你要去买它，上冲没有力度的时候减仓，这就是一个加减仓的一个动作。好的，这是今天的这个 Broadcom。然后有位朋友HBY Coding， 看一下他问了一个 Rivian， 是这个做电动卡车的这个
就是亚马逊对它有一很大投资的这么一家公司。他问周线上上升三角啊，这个你之前也问过哈，要不就是其他人问过，我们分析过。突破回落后如何判断有手以及后续走势分析？它现在只能说是这是一个，比如说这里有一个这个趋势线，对吧？每次回档的时候，它都是踩到这个趋势线上，说明这个底部在慢慢抬高，但是不代表这个底部抬高不代表就不能够跌破它。如果说它后续这个力量下跌的力度比较强的话，但现在这个这笔回落已经回到中枢里来了，就弱。就这笔上去回荡到中枢里来了，它说明这就弱，最好是不回到中枢里来给3买往上走，对吧？现在就是弱，所以说这是一个1、2、3、4、5、6、7、8、9，也是第9段了，也是第9笔。如果说能够，比如说再踩一脚200均，sorry， 这是120均。如果120天均线的话，或者120周均线，这是120周均线14附近。如果说真能踩到14附近的话，然后力度里面的那个结构又能比较饱满的话，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再度进场的位置。所以说就关注这一笔能不能到14附近。日线上，那么这个就可以从这里断开了。我现在只看 22.69 右侧的，因为 22.69 右侧在周线上这里已经构成一笔了，但是在日线上还不够一笔。说明什么？说明这个跌的这个延续性非常好啊。说明跌的延续性非常好，就用日线上的一笔就构成了周线上的一笔，所以说说明它的延续性好。那么1小时上的话，明显出了，我们看一下，上面有一个1小时的中枢，然后这里还没有出现第2个中枢呢。它的从这里离开的时候，你看它又是一个尝试离开中枢，然后回荡，又在这个中枢下沿，然后这里全是以笔的模式往下走的，就是以这个浪形的模式。你看这里有一个一次反弹，然后再一次反弹，还没碰到前面的那个高点，所有的这些都是以浪形的模式往下走，就说明这个延续性好，就下跌的延续性好。这里做了一个中枢，就是一个，这是它起跌的位置，1、2、3、4、5，跌了一个5段，跌了一个5浪，现在还没有第2个中枢出现。什么时候给你第2个中枢了？你这里有一个第2个中枢，你看看做一个2买，就是说再次回荡的时候不跌破前面这个低点，买这个位置，买2买，或者说什么呢？或者说啊，我这个力度非常强，然后一个回荡，这里可以有一个类中枢，最好是不回到这个类中枢里面。这次上升特别强，比如说冲到120均，然后一次回落给一个2、3买重合，然后往上走这个位置，或者说哎一次很弱的反弹，然后这里做了一个中枢，然后再次回落，买这个2买。所以这2个位置，如果说出现的话，这个位置，当然最强的当然是，如果说出现强势的，当然买强势的了，对吧？2买的话是一个偏弱的，但是如果说出现2、3买是最好的，如果说2买的话也可以。最弱的就是他把这里做了一个中枢之后，再次跌破这个前面这个低点，那就是再走 C 段。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 A、B， 然后走这个小 C 段，小 C 段之后，看它是不是能够给一个再次做一个3卖之后。整体结束这段，所以说它现在结束没有看到任何结束的迹象。我们之前提过，盘整背驰不代表转折，现在是有盘整背驰了，没有问题。比如说这第5段跟3是有背驰了，它弱了，但是弱了并不代表多头出现，空头那个力度弱了，但是多头的力度没有表达出来，所以说还是弱。那么，你可以关注的一下它什么时候，比如说周线上这段给你个底分型的时候，你再考虑是不是要再补回来。所以整体来讲，这是弱的。好的，最后还有几分钟时间，2分钟时间，我们再看一个谁的朋友问了一个亚马逊。亚马逊的话，应该是最近要出财报了，对吧？是问的 AMZN 对吧？那么，2月5号周四盘后要出财报了，我们可以简单的、快速的。过一下它现在的结构，周线这里是有过一次3买，这里有过一次周线的一个大3买，然后1、2、3、4还不够，就所以现在是这样，它从那个周线的3买之后，211.03是周线的3买之后，这个所有的这些都没有出方向，我们看一下。
在周线上，这个211.03是这个周线的这个中枢的大三买，这个没问题吧？对吧？上冲回落，没有出现这个没回到中枢里面是三买，但是现在它这个新的这一笔也不构成，因为这只有4根，所以说现在在周线上它没方向，它要再次出方向的话，要么是再次突破258，或者要么再次跌破这个215，只有这样的话。可以是跌破215.18的话，就是下面这段新的一笔，那么前面就别延伸到这里，可以生成一个新的三买，可以再上去。如果说跌破215.18的话，如果说选择突破258的话，那就是211.03这个三买的向上延续。所以这就是你要分析要关注的，它是往什么地方选，看一下内部。那么我们把这个也是把这个都给它清掉，我们现在只关注211.03，然后看一下它的右侧。我现在只关注211.03右侧。之所以用这种非同级别分解的方法，就是能够很清晰的来观察我要分析哪段，对吧？这里做了一个日线中枢，看到没有？现在这个日线中枢相当于一个中阴段，它没方向，所以你要做的话，就是这个在财报之前也好，或者财报之后可能能选方向。那么从现在的价格到前高258的话，我们看一下大概多大空间？7%。如果说要跌破前面这个我们刚才说的那个215.18的话，多大空间？10%，上下10%左右的一个是震荡空间，就是财报之后它的空间。如果说那个，比如说它财报特别好，什么云呐、什么这个数据中心都非常好的话，那就有希望再次突破258。那么如果说数据不好的话，那就可能再次跌破215。所以说你现在能做的就是一个中枢震荡。在中枢上方，现在又跑到这个中枢上面去了，看到没有？这个反弹又到这个中枢这是中枢上沿上面去了，所以说就做中枢震荡的差价操作就好了。中枢上方力度衰竭的时候减一减，但是目前这一笔的反弹力度还可以，不是说中枢上方马上就要卖，对吧？你要找它的衰竭的位置，那需要结合它的这个小周期了。但是现在目前看，单看最后的这4根 K 线的话，现在还可以。毕竟它是每天都涨了一个，都有新高出现，但是现在目前已经在这个中枢上面了，已经在中枢上面，首先不建议你追它，所以说如果说再打一个小高点，可能直接可以结束，然后再回踩一次，比如说在财报之前再回测一次的话，然后再慢慢往上拉，对吧？或者说直接掉头。所以说现在你所能做的就是一个中枢震荡操作，那么财报之后的结果谁也不知道，那就是太难预测了。所以说，如果说财报之后就在中枢里面，财报前的话，它的价格就在中枢里面的话，那真的是可上可下。所以说，不要去赌单边，单边比较难。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分析这里了。再次抱歉，我们今天的时间稍微短了一点，主要还是软件运用的不太熟练吧。好的，再见。